Hello，小伙伴们，我是你们英俊的野人哥哥。我今天装了一车的宝贝，准备大干一场。我现在就在咱们的小木屋这里。前一次我跟小姐姐过来，然后把小木屋给拆了之后，重新做了一个简单的坡棚。但是我在建这个之前小木屋的时候，我就跟小伙伴们说过，我要建一个像样的小木屋，对不对？但是咱们越改越简陋，越重建越简陋。所以我今天运来了材料，在这个小坡棚的对面，然后建一个真正的正儿八经的木屋。我现在先要把这个地给平出来，把这些杂草全部给去掉，然后再打上我们的地基。打完地基之后，后面就可以正儿八经的建木屋。我们的小木屋不大，大概是2米的样子，3、4个平米。把这一块铲出来之后，我要挖那个地基的角，挖完地基角之后，再用水泥和沙子混合打地基。听到没，小伙伴们？外面的音乐，跟着音乐的节奏来挖，一点都不累，对不对？我要把这个已经枯死的这个松树，把它给锯掉，作为我们地基的这个木桩。这个不去的话，迟早等秋季的时候起风，肯定要刮倒在我的小木屋上面。咱们锯比较粗的木材的时候是很危险的，在它倒下的这个方向这一面，先把它锯上一个宽的切口，然后再从另外一边反面来锯，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可以控制它的倒向。
7根基本的底柱已经完成。我现在用水泥，我为什么要用水泥？可能小伙伴们有疑问，我可以直接把泥土埋一下，因为如果我不用水泥的话，这个木材在土里面可能会没有多长时间会腐烂的。另外加上我说过，我这里白蚁非常严重，这里周围反正有一个白蚁窝，蚁后我没找到这个蚁后没有挖出来，所以说我必须得先把这个咱们这个坑的这个底部用水泥把它给覆盖一层，然后再把我们的柱子放进去，再用水泥把这个柱子包裹。最后我会在柱子的上面这个位置刷上一层的清漆，这样用来避免被白蚁啃掉，或者是说被水泡烂，这样可以耐用一些。和水泥吧。咱们这个水泥、黄沙和石脂，它的这个配比是有方法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假如按我的铁锹来算，1锹水泥，2锹沙子，1锹黄沙，这样的配比，比较合理。我今天带的黄沙有一点不够，我应该把这个立柱在晚上至少包10公分，这样的话防水会比较好一点。明天再过来吧，明天过来再带一些黄沙，水泥还剩一些。这样的话，把咱们的整个底座固定好之后，再把它给做一下这个水平。做完水平，我们就可以正式开建我们的正经的小木屋。好了，小伙伴们，今天咱们继续。我刚刚又去买了一些黄沙，昨天的黄沙不够，
我要把那个柱子在晚上再包裹一点，这样的话更防水一些。如果不能够防水，我这个水泥就白用了，对不对？不要防水的话，我完全可以不用水泥。小伙伴们可以看见我的每一根的地基桩都是高度不一样的。咱们要在上面搭木屋的话，那么肯定要所有的桩是一个水平的高度。那肯定有小伙伴要问我怎么来对这个水平，因为我没有这个现代的仪器，对不对？没有这个激光的对点的东西。闪绳是非常好用的东西。我现在把那个闪绳给抽新出来，这个是在前一期小姐姐把它给绑在斧子上面的闪绳，刚好我今天用着。我要用绳索，来对我的水平。我现在要以这边的第一根柱子为这个一个基准的一个高度，用一根柱子来作为一个基高，整体的高度，这个是20。我昨天说留20，但我想了一下，我怕以防万一，另外的其他的柱子可能没有20高，因为这里是一个坡面一个斜面的，那么我还是以这个15为标准吧，以这个15为标准来做一个基准的一个高度，15公分，这样的话比较保险一点。先锯上一个槽，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绳索，水平绳索，先把它给系上。把它给拉到最后一根的上面，再把它给先绕一下，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并不能保证它的高度是多少，是不是水平。那么咱们要请出咱们常用的神器，对不对？你的电话，我们一般电话是有一个指南针，指南针里面有一个水平，可以看到中间这个位置，中间有个时制。我把手机抬一下，然后这个时制就靠近水平的位置。好，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功能来量这根线它是否是水平。我们对的同时，一定要把这个绳索绷紧，确保你的电话的两端都是刚好贴在这根线上，而不会压的这个线变形，刚刚好，小伙伴们，1度都不差，看到没？1度的差距都没有，小伙伴们。神奇之手，对不对？刚刚好，1度的偏差都没有。其实我刚刚在拉这个线的时候，我感觉一下，我拉的就是个水平的，对吧？事实证明就是水平的。当然，如果你觉得以防万一怕手机有误差的话，我们可以后期在建的时候，在咱们这个桩上面再给它稍微垫一下，可以做一个小的修正。绝对的水平。还有几根同样的方法都要拉上线。刚刚好，小伙伴们，那边可能稍微有点问题。这也是一种非常简单、好用的方法。
我把这个底部的水泥稍微垫高一点之后啊，这样防水的效果也好一点。剩余的水泥我把它给稍微往下面铺一点，以防万一以后这个小木屋搭上之后啊，建好之后底部长草，这样比较难以清理，能剩多少吧就盖多少。地基全部完成，水平高度调好，咱们的防水做好，就等水泥干，咱们的木材到货，立马开工。小伙伴们，期不期待？我们要做一个豪华的木屋，正儿八经的木屋。啊，咱们就等地基干，然后下期咱们接着开工。